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丹麦有机味绽放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上牌集成引领高端厨电的方太集成烹饪中心赞助播出。是很熟的味道吗？是很熟的味道呀！欢迎来到腾讯视频，是很熟的味道呀！大家好，我们是很熟家族，当当当，爽耶！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畅爽美味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有机加脐带血营养群关注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很熟的味道，方太创造。本节目由方太集成烹饪中心赞助播出。耶！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节目呢，就有这些非常想挑战节目的这个嘉宾来嘛，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从这一期开始3轮挑战。你要是经过3轮挑战之后，才能证明你的情比金坚。你能猜得出哪道菜是你最爱的人做的吗？更难了，更难了。啊！咱们这节目啊，现在叫4个字可以形容：心狠手辣。你都不敢舔自个儿手，哇，好辣！心好辣，好辣，胃穿孔。好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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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辣，好辣。舔完手辣之后，我们再聊聊这边的甜，好不好？啊，好嘞，好。欢迎罗拉啊，欢迎罗拉，欢迎罗拉。大家好，我是罗拉。罗拉现在那个情感状况是什么样的阶段了？要快1年了。我刚进来的时候，俩人在抱着呢。对。好多人，我看紧张起来了。Amazing。嗨，大老师好。大老师你好。哎呀，是每天必须得在一块儿哈，手不能离开。现在还是很甜的时候啦。祝福你们永远幸福，20年好合，3年抱俩，3年抱俩，不是，这都是什么东西？对对。但是有能哥助力，相信我们罗拉就是在这个厨师团队中也会发挥出自己的超能力啊。好，那同时呢，我们林老师跟小梁，你们2个依旧可以互相陪伴。今天3位厨师多多加油啊！因为今天我们会来一个厨师界新晋的顶流。谁呀？谁呀？王心凌做饭了。王心凌做饭了。我以为是那个刘畊宏老师也做饭了。对，王心刘畊宏哇，他是真的是有厨艺在身上的。哦，你说的是最近特别红那个剧，对不对？哇，那个是我在我们腾讯播的，对不对？那个特别好看，大家一定要去看。你追了是吧？我正在追，真的是强烈安利给大家，特别好看。所以今天我们这位嘉宾真的是要挑战你们3个了。来，欢迎柳岩和柳岩的妈妈。哎呀！今天就让你现体形上真正的头。走着。哎呀！21世纪的柳三娘，这是我妈妈杨阿姨。杨姐好，你好，小帅哥。小帅哥啊！我直出汗，听完这句话，哇，太吓人了，谢谢你啊！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好，欢迎阿姨啊！然后也要恭喜柳岩，最近这个剧大爆。对，我演的是孙三娘这个角色，她的身份是厨娘嘛，厨艺远远在刘晓岩之上。咱们这事儿什么都要说3遍哈。对，就是今天小帅哥呀！记住啊，小帅哥写好，打3个字，小帅哥，谢谢各位啊。柳岩现在拍戏嘛，其实很多时间都在剧组里，那就是你们俩现在是那种非常非常了解对方的关系吗？
有可能在菜的方面会有点不熟悉的味道了，因为现在家里的主厨是我嫂子我妈不太做饭。我那时候有时候回去团聚的时候，我说哎，为什么妈不给我们做饭呀？我嫂子就说，你妈最讨厌做饭了。她说她做了一辈子的饭，她其实很辛苦，很不愿意做，但是现在终于解放双手了。我妈自己现在有个人生格言，我要过我自己的人生了。太好了，开始了，这很好。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嘛，我们节目要上一个考验的高度，所以2位呢将成为我们这个新游戏规则的第一组体验嘉宾。我们会给2位5道题，每道题5秒钟的作答时间，2个人的答案一致呢就通过拷问，如果不一致呢就向你们的相反方向来迈一步。如果答对5题，关系就是很熟；如果答对3题，就是算熟。那么3题以下只能算不熟。请问，妈妈的梦华录看到了第几集呢？5、4、3、2、1，亮题板。大于1集。他不是会员，所以昨天我给他充了会员了但是他昨天晚上有没有多追几集，我就不知道。第1集你出场没？我是女主角之一。昨天怎么刚充？你今天来了之后有大礼，送你1辈子会员。我可以让节目组送是吗？对呀，反正我只交了1年，后面10年都续上呗。续上，当然要续上。我真的是可以最后算在大老师身上啊？什么？可以是没问题。当然，因为钱你交嘛本身，然后我你是我前辈是不是？我帮妈妈输入那个，然后最后那个验证码那个付费那事你来。那谢谢了，谢谢。真的好可怕！哎，我觉得第1题我们算对吗？错。妈，你就说今天又多看了5分钟。那不是搞假吗？没事。哎呀，好真实啊！那行，那就2位往前走一步啊。我的是第2个问题哈。好嘞，在妈妈心目中，《梦华录》里谁最漂亮？哎呀，这肯定这送分题啊！阿姨就直接不写了，阿姨。要写吗？要写来。说妈妈说还用写吗？刘亦菲。直接说一别人。那个刘亦菲，那个意思我一下子麻了。你看，料事如神，我小帅哥料事如神，谢谢大家。我爸太过分了，他小声的嘀咕刘亦菲就算了，哎，那个意字怎么形容？亮题板。虽然我也觉得盼儿最美哈，但我不能忍受自己的亲妈就是不认为我最美。本来刘亦菲是美呀，对，我女儿美，但是她肯定是最美的。不是，我说的是实话。蔡老师，哎，您觉得谁更美？哎，我鞋带开了，哎，你先回答这个问题，你自问自答一下好不好？我看了这个剧，我最喜欢姐姐那个角色。谢谢小董。那就2位又得向旁边再迈一格。好吧，妈已经错了2题了，错了。该我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让你来说，大老师来帮我说一下。哎，我鞋带又开了，怎么回事？是有多犀利？在阿姨心中，姐姐的体重是多少？哦，那我也不瞧她，她现在也减肥，平时又胖。她身材很好哎，你怎么会说她胖呢？她反正是控制平时大鱼大肉不吃的，她现在瘦的我都看不得了，我都讲她。哦，对不对？妈妈心疼。我最近确实瘦了15斤。我们一起答案了，好不好？3、2、1。哇，一样。恭喜！162这样的女演员，其实一般身高是85到90。真的假？我也162，但我最瘦的时候也就90、92，所以演员比那个主持人体重要求更高一点吗？我觉得演员的要求更高一些。哦，
因为主持人很少给大特写啊，那都是中景、远景。但演员如果一胖，很多人容易胖脸上，尤其穿古装不减肥的话，会不太好看。所以我们进剧组的时候，《梦华录》剧组导演要求是全员要减肥。哦，妈妈能理解这行业吗？进入这个行业就一辈子吃不饱饭了。我觉得他减肥呢，这是真的是工作的需要。对，所以当妈妈来说，这次来看到我真的心里真的非常心痛。怎么说呢？太遭罪样的了，我觉得。所以他瘦的这样子呢，就是看人本人不好看。他怎么不好看了？柳岩还不好看啊？柳岩他妈从来没认为他好看过，又胖又不好看。因为妈妈心目中只觉得刘亦菲是完美。对。来，下一题啊！第4题有点儿。妈妈上次催婚是什么时候？这个有点难。妈妈一提到这种话题，都是精神抖擞的。对，精确到秒的那种。对。来，我们开始了啊！来，我们看一下答案啊。3、2、1，犀利的问题，犀利的回答。啊，你让我看一眼。啊 ，OK。春节的时候。我后面是春节，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后面追明一下。那你昨晚是什么意思？昨晚也问了。因为昨天我们见了面的时候，他浅聊了一下，是有多浅？我讲你快点把你的自己的事考虑个清楚。现在就是最大的心病，就是这一块。哇，妈妈怎么都是这句话呀？每逢佳节必催婚，肯定是这样的啊。人都齐了，那就开始催吧，就是那个。哎，那柳岩每次你都怎么应对这件事啊？教大家一下怎么非常得体。就是黑脸。当场黑脸，好得体。阿姨，那他脸一垮之后，你还会继续的，就是见缝插针的说吗？还是说你也就不说了？那我就不说了呗。那没有，你真的在说。你要说足45分钟一堂课。高兴了，让我紧到说就没意思了，那我还是，想说也就戛然而止吧，那也就是。妈妈就是缓口气，过一阵再说。对。他本来不愿意，你还紧到说，那不是到时候越听越烦呐？那到时候就容易产生矛盾了。哦。你们如果不阻止他，他能一直讲下去。我很怕跟我妈深夜对谈，因为我插不上一句话，她能讲1个小时。我妈以前是语文老师，你阻止不了她。语文老师。没有。这题我们算对。来，下一题啊，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这有点难哦哈。请问，柳岩的爸爸姓什么？啊？林大厨问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才叫问题嘛，是不是？你是谁呀？来，姓朱。啊，柳岩不是你的那个啊？柳岩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我父亲和母亲他们其实还是挺开明的，在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有约定，先生的不管是男是女就跟爸爸姓，后生的也就是我就跟妈妈姓。小的时候，班主任老以为我是离异家庭的子女嘛，因为姓跟爸爸不一样，就对我格外的关照。后来，所以把杨柳的柳取为姓，然后柳岩来了。小名就喊柳柳。柳哦。那林大厨怎么知道的呀？对，林老师您呢？哎呀，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走近一点啊，不要老是往外走。哦，那算加1分吗？当然啦，是不是？行。好，来，我们先请阿姨和柳岩回来啊。那欣姐，他们俩这算什么程度的熟啊？算熟。在这儿啊，贴手臂上吧，好不好？可以。我这个特别像那个居委会之前的大妈。对。居委会的。第一局战绩怎么说就马马虎虎吧，但是题也确实是角度没那么刁钻，哎，有点偏。那我打死也没想到，在我妈妈心目当中最美的人不是我。刚才这题是有伤到你吗？伤，有一点。我以后是不会对我女儿这样说的。
我是不会让他难过的。别生气啊，本来就是啊，刘亦菲也不错，是你好朋友啊，我怎么样的，一样的，是不是啊？接下来，既然你们也考核我了嘛，我也要考一下很熟家族，你们到底熟不熟？今天怎么回事？我就仨问题，特简单。完了，也是送分题。第一题哈，大张伟的生日。我知道，他给我发，我知道，我给他发过发微信，我都没回，我把他拉黑了，看也没有。但你不见得知道是几年哦。哎，哪年我知道，咱俩合并一下。我知道8月31， 83年。出生于北京，原名张伟。哦，对，哎，你看看，我太知道，好温暖。温暖啥呀？一人只知道半拉。难不倒我，但我就会记住了。8月31啊。没事，来第二个。第二题是问小董的哈，小董的生肖是什么？哇，这太简单了。我们那么熟，别查了。怎么还有作弊？没有，我爸给我发微信呢，我会。哎，爸，待会儿那个哎，小董门儿啊，来3、2、1，属牛。哇，谢谢，好棒，好感人，我想哭了。我跟我妈还好歹没作弊，你生肖有点难。最后一题啊，问吴昕的。来，你说吧。欣欣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这肯定知道啊。 2， Hello Kitty， 他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喜欢 Hello Kitty， 我俩同事这么多年，还在查。我都知道。你别查了，你不知道。你俩才是塑料友谊。哎，我再查一句话，怎么有脸活下去？我俩同事多少年？我俩同事怎么也10年起吧？你真不知道？知道，我们没事嘛。你看，哎，我给你俩一个这个吧，不熟。我拿这个布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了啊。可以，我加油了啊！我已经习惯了。哎，我们体会到这种感觉了，就是问一个问题，2个人之间那种感觉，战战兢兢。对，我们第1轮很愉快的结束了，马上进入到了第2轮了，主题叫做是很熟的回忆吗？妈妈呢会带来和柳岩最有回忆的4道料理，柳岩呢只有6次机会来猜出4道料理分别是什么。如果成功了，你们的关系就会升级为很熟，你在接下来尝菜的环节呢就可以无限的畅吃。如果呢失败，则会降级，你就会剥夺看和闻的权利。我生气了，太厉害了，6猜4啊，比之前更难了。所以柳岩，你觉得跟妈妈有共同回忆的会是哪一道菜？小时候喜欢吃糖醋排骨，大了很少做。糖醋排骨应该上榜。糖醋排骨这个菜应该是在第几啊？有的糖醋排骨。为什么会有糖醋排骨啊？因为我小时候过年都没有肉吃，所以糖醋排骨是我吃到的不多的一道肉菜。而且小孩子的时候口味偏甜嘛，就很喜欢吃排骨，就每次会吃得津津有味。但大了之后，因为我们做演员什么的就低盐啊、低油啊，也不太吃红肉。但是我妈妈印象中总觉得我小时候爱吃，她就是大菜里面必定也会尽量的去做这道菜。刚才柳岩说她小时候，柳岩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是应该是很文静的一个少女，对不对？这个话非常的讽刺，对，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对的，特别的文静，每天知书达理。错，那就是错。他性格小时候他就是大大咧咧的，他就跟男孩子性格一样的。他是那种替小朋友出头的那种吗？有。那我觉得姐姐你跟剧里面三娘其实很像，就是也是会仗义出手，会帮助然后闺蜜手撕男友。那你现实里也会这样做吗？没有手撕过，但是电话里撕过。有一次我一个很好的化妆师女朋友，就整天的工作都不在状态，眼睛红红的。那你作为闺蜜肯定是能看到她不一样的地方，她就一直被她当时交往的一个男朋友就是有点冷暴力。哦，是一种最难受。然后
她很爱那个男生，她自己会觉得有点配不上，她觉得男生很优秀，但是她又很想说，如果是要分手，你要给我个确定的答案。那个时候我说我要打电话，我来骂他，这种男的真的是没有担当。我说好歹他得给你回复，对呀，不管什么样结果。他就说你是艺人，你到时候电话什么的是不方便的。我说没有关系，就打，因为我知道那种煎熬的心情是很难受的。然后男生就是一副那种爱理不理，对啊，我是在里面就是据理力争，然后有条有理的告诉他，作为一个男生，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决定，你不能避而不见，你不能不回复。那感情上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要有正常的仪式感的，你不能不回，这是非常没有教养的事情。是的。所以我们刚才聊，我能感觉到柳岩，你是对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的，我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开始，就不能说在一个模糊的地带。我是觉得这一点是女孩子在情感关系当中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方式。所以我常常说，我不劝大家想爱就去爱，我说你一定要确定这是爱吗？他妈听着直生气，你们想爱不能爱，这多少年了都没有。我妈跟我性格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比较难进入一段情感关系嘛。而且尤其是男生，一定要有跟你表白的这个仪式感。就比如说我喜欢你，他是必须要说出口的，要确定的，或者是那不说那怎么好啊？不说就好不了，不说就不联系吗？因为我以前有试过1个月，每天打电话聊很久，到1个月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哎，这个男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好像我也很喜欢跟他对话，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他没有说，然后我就主动会问，我说你确定希望我做你女朋友吗？他要说我确定，那我们才可能说再试试看做男女朋友。阿姨谁呀？哎，这我也不知道。他知道，我妈知道，因为也被拍到过。大概柳岩什么阶段你开始催婚就着急？35岁吧。 28岁我都开始有点着急了，25岁左右，25岁以前，20岁以后就要考虑这个事儿了。哎，就把问题解决是最好的，最佳的时机。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为什么催是催，但是我不着急的呢？哎，反正没办法了，已经超过了那个年龄了，船上的不着急，岸上的着急，没得用。是，哎，您知道柳岩有一个 CP 吗？因为他这剧特别火啊，叫煽风点火组合。煽风点火。三娘嘛，这谐音。哦，煽风点火。阿姨，他合作一男演员，你不会就马上问他一下吗？哎，你合作这挺好啊，你对啊，你要不要发展一下？哎，大张伟，你问过没有？我经常跟柳岩以前一块儿站一块儿。我妈好像问过，我妈好像真问过了。柳岩刚出道的时候，我还见证了呢，我是评委加推荐。他是我前辈呀。哇，你这么多人前辈呢？我太前辈了。因为那阵儿所有的艺人发歌都要去他那儿那个宣传，去音乐风云榜的节目。哦，这是我小时候看的，然后还老主持那个歌友会。大老师是发掘主持人的大前辈。哎呦喂，我跟你说，这抬着我点啊，这床也不舒服。哎呀，真的是。果然是大前辈，大前辈给我充1年会员吧。好，你听说过孝顺这2个字吗？大张伟每年过年的时候会给我群发一个祝福。他群发完之后，我会回复，我会很真诚的发一段，然后他再也不回复，再回复是隔年。哎，我很有体会。别老聊我了，其实我们的节目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啊。但是我连那个群发我都没有。没有这些事儿，你们怎么回事啊？但是他1年也就发1次，我一直以为他是都不发的。然后我没有听说过什么，我没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呀，我听不见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哎，我戴这个浴帽去洗澡了，好吗？谢谢大家。阿姨，你会觉得我们有点太吵了吗？太幼稚。没呀，这气氛好啊，气氛好，自然的。是气氛，你看这多气氛，一个个的都好气氛。是气氛。来，下一道菜。第2道。想想我妈还做什么？腊肉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家腊肉是我妈妈自己熏的。哦。然后熏的口味会跟外面的不一样。有腊肉吗？有腊肉。没有，真没有。完了。还有应该是我很喜欢喝的一个汤，是放那种叫我们坛子里一种青菜干儿，叫万菜。万菜有没有呢？有吗？当然有啦，万菜酸豆角汤又恭喜你。万菜是湖南怀化那边的一种腌菜的做法。因为我爱喝汤，我有的时候来不及煲汤，我就是简单的万菜冲一个蛋花啊，放点葱花或者放点那个紫苏，就很开胃。
哎，那你拍戏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做是吧？拍戏的时候没有这个时间做。我有个问题，就是我是这个剧粉，我今天有好多问题。你问。就是在剧组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看到剧里面有好多那种很搞笑的那种场面，好玩的。对，好玩的。尹章有一次第一时间就是下跪道歉给2个姐姐，然后他就下跪的时候，我们就去扶他，一扶刘亦菲是真的绊了一跤。他真的被那个栏杆给就是刮了一下，他就跪下去了。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扭作一团，然后嘻嘻哈哈。可是你说演员有时候干笑也很难，就是他有姐妹之间就是那种，你懂的，也能硬演，但是是假。然后我就只能说怎么逗他们笑呢？我就开始就讲我们3个玩游戏的事情。因为一菲，我不说她玩什么位置哈，我就当时这样讲，我说哇，你玩游戏真的是太怂了，我说你不要再躲草丛了，你这个垃圾，你这个垃圾。讲垃圾的时候，连摄影老师的手都抖了，就在笑。每个人都是双下巴笑。你觉不觉得你们仨这个角色有点像那个女版的中国合伙人？就是一路励志，然后升级打怪。但它算是爽文吗？爽文，爽剧。我们其实为什么好多人会有共鸣，就是它虽然是发生在宋代的故事，但是它所有的情感经历或者说职场经历是让现代人有很多共鸣的。盼儿她是越级出身，古代是讲究出身不好，是很难脱籍，然后被人以公平的眼光去面对的。但是盼儿是茶道非常好，然后我是厨娘，我的厨艺很好。尹章是江南第一琵琶手，得到过官家的认可，所以3个女子她们是很有底气的去闯东京的。跟我来京漂的时候还不太一样，我是没有底气的。我主持人大赛也是名落孙山，然后也不是科班出身，我反而是战战兢兢的来北漂的，跟他们还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就是这样调整就好了。比如说像你们刚才那个剧里头嘛，独立女性这事儿。然后已经好多年，就是近2年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独立女性分很多种，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来的。有的人她就是天生性格很强，然后什么事都要自己掌握，但有的人天生就是软妹子。但她是软妹子，不代表她不独立，不代表她没有能力，然后不代表她就在某些能力方面很差。我跟你说，有一种偏见，就是这就是这种偏见，认为独立女性就脾气大，她就一定要怎么样，脾气大，然后说话特别冲，其实并不是，是内心的那种强大。女孩子她自己的选择，精神独立、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旁人不要给太多的压力。你比如说工作中你遇到困难呢，拍戏的时候很艰苦啊，你有跟阿姨分享吗？你会跟她说吗？我不说吧，我妈都觉得我很优秀，她觉得我能自己搞定，从来不跟我说。你是那种会上网上去看的吗？我去看，我去关注，我经常看她的微博。她学会搜我名字的相关信息。哎呦，不要学会这个！别！原来她才进电视台的时候，我只点到为止。我讲我不要你再跟妈妈挣多少钱，平平安安的。对啊，不要让别人指你的脊梁骨。但是都会被指一下的。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主要在就挣这脊梁骨钱的。钱都在脊梁骨这儿了，你看看。现在我也看惯了，看他们说他说去，我不那么介意了。我有个良好的心态，我会去面对的，去面对。那我觉得你的经历是不是跟这个3娘比较像，就是一路升级打怪？我觉得算贴切吧，因为我做演员之后心态会变，我可能1年只拍1部戏我都可以。做主持人的时候反而比较慌。那个时候我只要有1天半天休息，我就会去上声乐课、舞蹈课、表演课，生怕自己会掉队。这样的日子大概坚持了有5、6年吧。所以我有一次去上鲁豫姐的节目，结果我爸妈那一次看了那个节目之后，哭了1宿。他觉得我女儿原来在北京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么苦。而且我身体当时也不好，我妈就跟我爸连夜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然后把家里的那只鸡也带来了，就是活鸡啊，活鸡，然后每天会有一个鸡蛋，他会窝给我吃。现给你生啊？对，现生鸡蛋养在阳台。但我妈那时候来了1个月之后，她后来就跟我爸还是走了，因为她发现这1个月我也没吃到她超过5顿饭。因为太忙了。有一次，反正从另一个地方录完节目，刚好回到北京。刚回家。登机前，他就告诉我妈妈跟我做几碗的饭，刚好以后呢把汤，反正汤鸡汤了，我说我必须
都给他包的。刚好把菜全部搞好了，他也告诉我已经在路上来了，怎么样？就看着方向。他们一下车以后呢，就拖了行李，然后我看来了，我就马上就进去，就去把桌子啊搞完。然后他就一电话响了，他接电话，结果他妈妈他讲我们不回来吃饭了，他讲我又接到新的任务，又返回机场去。我就看到他，真的我就到阳台看一下呢，他就拖着行李箱，好疲惫的了，真的是。看他远去的背影，我一直在流泪。所以不管怎么样，开拓是真的很难。是，万事开拓难，是一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我到2点我又帮不上忙，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无能样的，自己好像对不起女儿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新人阶段的确是这样，机会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一个电话你是补位的，你补位说不定就能上位。对，你得赛跑。那既然这么辛苦，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当然有，那个时候也有谈恋爱，当时有个深圳男朋友，我跟他有3年之约，我就说，如果3年之后我还是一事无成，那我就回深圳，我们就结婚吧。然后3年之约到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也并没有红，我也没有成为极限的主持人。但是我非常坚定，我不想离开这个城市，所以就后来跟我男朋友就当时就分手了。就是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还想再拼一拼，我不想放弃。再来一个。我知道了，既然刚才聊了那么多汤，我觉得肯定有鸡汤了。还可能有个小菜了，熟菜了那就。啊，我知道什么菜了。西瓜皮。西瓜皮在我们那儿跟西北风是一件事啊！或咱俩喝西北风，我请你吃西瓜皮。西瓜皮啊，会有这道菜吗？烤西瓜皮有的。西瓜皮，它是你们家独创的，还是说是在你们那个当地？反正我们老家都吃这个。你的小姐妹们都吃过这个吗？都吃过，都很喜欢吗？非常喜欢。尝了之后发现很鲜甜脆脆的，很好吃，也想加入自己的菜单中。我跟林允和刘亦菲，我们会聚会吃饭，都自己做。哦，谁厨艺最好？林允做饭做的都是最多的，林允做的很好。我亲眼见过林允做过一个浴缸的腌那个泡菜，他泡菜还有什么花椒鸡都做得很好，好厉害啊！刘亦菲拿手菜是什么？种菜吧，有种茄子、种辣椒。我有一次是有什么事儿路过他家，我就看到那个有几个茄子熟了，我说这茄子我晚饭我带回去炒着吃呗。摘了几个茄子给我，回去他说你把我们家茄子炒了，那个拍个照片给我，我也看到那个茄子后来变成啥样，所以自己烧了个茄子，然后拍给他。你们3个是一开始在拍戏之前就很熟吗？其实拍戏之前我们3个算认识。因为跟刘亦菲以前10多年前也拍过4大名捕，然后林允第一次上综艺也是跟我一起上了一个节目。因为拍戏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现场，不会特别的打闹或者闲聊。有一些演员他会专注于角色和现实要分开一点。如果我跟你太熟了，我在角色里的那种感觉会跳脱。但是快杀青的时候，我们3个人已经熟的不能再熟了。刘亦菲在那给我搭词儿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在莫名其妙笑什么，就是他看到我就会笑场，然后他就会背过去给我搭词，就是又不影响我。然后你就看一个肩膀在那儿一直这么抖，就一直抖。我们后面就是因为快杀青了，就会放松那个拍戏的严谨性。哦，3个人的相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也像戏里一样，就是我跟盼儿是闺蜜的感觉，我跟林允就像母女的感觉，因为她太小了。她跟我年龄差了17岁、16岁。不用聊这个，没事，都是姐妹，怎么这么实诚啊？哎，我要早一点生，我都能生个林允出来。那3个人其实友谊很难啊。难吗？3个人很难啊，就有个人会被冷落嘛。对，而且第2杯半价，第3个人还要原价买。啊，你们会这么分啊？相互对，就是因为这解散的。你是真敢说呀你！哦，但我们3个很好一点，是我们都会1式3份。它就是小到粉饼、化妆镜，大到因为刘亦菲颈椎也不太好，冷，所以我们有时候拍戏等戏的时候就披一个披肩比较方便，全都是1式3份。哇，那很好。你们仨一般谁拿主意？还真是像戏里一样，盼儿拿主意。
我是执行力强，我看弹幕最多说三娘这姐妹能处啊，有事儿是真上啊，就是我一上就是拿刀的，就这种，所以有时候盼儿一说，哎，我们最近什么时候聚一下呀？她提议，然后我们就会执行，而且就是很自然，比如说随时去谁家，说去就去了。化妆吗？素颜？不化。刘亦菲生日那天，我都还化了个淡妆，她自己没化妆，完全没化妆。而且刘亦菲的那个穿搭在网上也很，大家讨论度也很高。然后我就经常看到她拍戏，就有一件那个什么紫色的羽绒服，对，从小穿到大，而且包括她的围巾、披肩什么的，都是用了很多年的。她好像是第一次拍戏的时候，她妈妈买了一个还比较贵的一个凳子，她一直舍不得扔，她用到现在10多年了。真的包浆了哈，现在都没包浆，他保护的很好。他就说，哎呀，用惯了，他就说，万一这个凳子哪天破个洞或者不能用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在网上搜搜看，然后去网上搜，有蓝色的、黄色的，都有类似款，但就是没有一模一样的。妈妈爱听这个哈，东西就不扔。没有，我觉得大家对刘亦菲就是会觉得她比较高冷，其实她私底下是一个很憨的人，她私底下会10万个为什么。我觉得也是这种，应该是这样姑娘。然后她不是一个特别女孩的一个女演员。来，继续那个猜那个菜，还有2次机会啊，还有2次机会。应该是我们老家的那种叫芷江血鸭鸭子，血鸭。因为我老家在怀化，我们那边这个子鸭就是羽翼未丰的鸭子，那个鸭肉是最嫩的，那个菜属于待客的大菜，所以每次如果我要回家，我妈就会一定做这道大菜来欢迎我。那到底我们这个4道菜中有没有鸭子这道菜？有没有呢？血鸭，芷江血鸭，对啦。到怀化的时候，只要有客人来，所有鸭子就疯了，说客人来了，我不尝了 ，Oh my god！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妈妈会把那个菜市场的鸭子啊，就是放到厕所养几天，因为菜场的鸭子小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石子啊或者谷子塞到它的胃里，然后这样它的就会重一些，这样会贵，所以我们要让它排掉，所以我们每次上厕所就会被鸭子就是咬腿咬屁股啊。他逮的人就咬，他逮人会咬。我小时候的噩梦啊，就是鸭子还是会追我呀。也没养几天，它因为它食道里面有东西，把它消化了就可以了。我每次回去，我妈依然会做这道我最爱吃的菜，但是呢，它就不是那么新鲜了，因为她知道我要回来，她就会冻上2、3天或几天。等来炒的时候解冻，炒完之后口感就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所以我有时候就不太吃，吃2口不吃了。但我妈怕浪费，她就会把那个已经做熟的菜又放到不是冷藏哦，是冷冻。比如说我待了4天5天，我要走的那天，我妈又会拿出来热议说：“英雄不朽，这是你最爱吃的鸭子，你再吃一口吧。”谁来救我？其实这个血鸭最主要还是吃新鲜，对，尤其是要用新鲜的血来加进去的那个。我有时候一回去一趟就会跟他吵蛮久的架，是不是因为就是妈妈过于节省？他们饮食习惯，包括一个丝瓜，比如说有一半是坏了，他还会把它削掉，另一半继续给我做菜，太正常了。正常说剩一半了，我妈剩一小尾巴，她都会留着。对我妈咬一口说你来一口，都是这样的，说我们都是直接分。父母大了还是希望他们吃一些绿色的、有机的、健康的食物，新鲜，身体是最重要的。对，就所以，我跟他吵架最多的就是我会倒剩菜。对，绝不，而且要跟父母那个游击战。对，不能让他逮到。他刚搁进去，趁他睡着了，赶紧把那个冰箱打开，那东西扔了。这个是很多现在老年人通常的一个习惯，这个真的很不好。妈妈是为了节省，其实我们是希望他能健康，观点不一样。怎么说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对，儿女是孝顺父母，为父母过得好一点、健康一点、长寿一点。但是作为母亲来说呢，也不想给儿女增加过多的负担，他们挣钱也不容易。我只是想说，我们乱花钱，但是您也别乱省钱，你明白吧？比如说我们很辛苦的工作，就是希望您能生活好。但是我们一打开冰箱全是剩的，我们在工作干嘛？就我们心里很难受的。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您能享受人生，就是这样。别吃剩菜啊，别吃剩菜。我现在好多了，现在我确实。我们就少买点不就完了吗？你少煮一点而已，量可以减少。哎，怎么说到妈妈那边去了？
我妈已经郁闷了，被说的。阿姨，我这样你别郁闷，你有啥想吐槽柳岩的？我吐槽跟他吵架的，他就是乱给我买东西，对不对？乱花钱，对不对？是不是你妈这么说你？你现在知道了。母亲节呀、或者我过生日啊，就是买那个一大束的花，99朵。哇，那不是爱吗？多好啊！我讲既不能穿又不能吃，白白的放2天浪费了。可以拍照啊。我拍了2张，但是我想让他发冤枉钱，意思这个不冤枉，因为他配得上您的美啊，别的都配不上，对不对？哎呦，对不对？小帅哥，谢谢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谢谢大家教大家如何说好听的话。还是小帅哥嘴甜。所以我们才操心你们呀，就希望你们买点好的，吃点好的。你看，阿姨，我们今天说这么多，能稍微变一点吗？不吃那个剩菜了。今天我晓得了以后少炒一点。哎呀，太好了，怎么说动了？不错，说动了，不错。不错。谢谢大家。我觉得我们能达到这个就可以了。主要靠林大厨，林大厨厉害啊。那我们通过这个第2轮猜菜的环节可以看出来了，这个柳岩对阿姨的菜了如指掌，了解，非常之准确。那所以这一轮大家的这个关系往上上升了，变成很熟了，变成了很熟了。哎呦，废话了，很熟呀，开心。终于要开始做饭了，我已经闻到香味了都。哎，我也是。第3拍到是很熟的味道吗？我们的3位大厨加上我们的妈妈，一共4个人，他们每个人呢做一道菜，这个菜呢都是要复刻妈妈的这个手艺。那最后柳岩，你的任务是要找到哪一个是阿姨做的，其实不容易。来吧，我们3位大厨跟妈妈请就位。练舞1天，好累。需要更多快乐能量。没有可口可乐。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来，柳妈们，请揭开你们面前的这个罩子，看看你们今天要复刻的是哪道菜。各位柳妈不能说话啊，千万不能说话，不能说话。3、2、1，我噔噔噔噔。我做的是。不能剧透，不能剧透。那我怎么样呢？剪掉吧，重新来呀。妈妈就是这么可爱。抽到这个血压的时候还蛮开心的，因为在怀化那边这道菜还是蛮有代表的。然后之前其实我也有接触过。打2道呀。因为其实我对旺菜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不知道究竟这道菜我能不能很好的复刻出来。比较想要抽到的是炒西瓜皮，因为自己之前有烹饪过这道料理，所以很可惜没抽到。堆得像小山一样，当时我就直接抓了起来一把，把它铺在了砧板上面，然后想把它完全的打开，看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看到里面大小不一的西瓜，看到了一些蒜块，不是蒜片，还有一点点青红辣椒。好玩的是红辣椒去了籽，青辣椒保留了籽在里面。因为最终做那个菜其实很难猜的，我们先吃吧，我们可以尝尝吗？尝一尝。它是黄的。这西瓜皮真的好像冬瓜，好吃，好不好吃？好吃，酸酸甜甜的。其实它如果那个西瓜本身不甜，西瓜皮就不够好吃，你就可以多加调料。
如果西瓜本身甜，那个西瓜皮一定很好吃，就基本上少放调料。这个蟹腩吃过吗？吃过。我知道一开始你蟹腩还有诗阳，诗阳，我们几个人合租在一个房子里，我们3个住的时候也是只有我会做饭。诗阳那时候就每天敲着饭盆唱嘛，就说刘妈，今天晚上吃什么？就叫他干的事儿了。是，后来楠楠也学着开始做饭了，我启蒙了他。我一直以为他最开始就会做饭，不会，他反而是北漂生涯学会的，一是省钱，二是口味还可以。我觉得这道菜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西瓜皮的厚度，要尽量的保持最接近外婆的皮。虽然是不规则的一个形状，但是你会发现全是斜面。看到冰箱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腌菜，最接近的只有那个看起来比较干的那一碗菜。我真练腮帮子，这糖醋排骨。你是真饿了，糖醋排骨？不是饿的问题，你吃一块要嚼40多口，那我太筋道了。焯一水，我举一下的。下午我炒的时候呢，因为我时间比较紧，那个肉是比较硬，我就改变了方法，我煮了10多分钟。味道还是好吃啊，味道是好吃的，味道还可以啊，这是干，加水以后特别香。就这道菜肯定是没有完完全全煮熟的，没有完全煮到家里面那个状态的。我必须要顺着这个尝到那个菜的味道，想象到它熟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往这方面去靠。像香料这种东西，一定要把它拍一下，比如用热水给它煮一煮。如果整颗下去卤的话，它味道出不来。这道菜最经典的地方就最后加那个鸭血进去，鸭血它实际上是有点腥的，一旦通过高温烹饪以后呢，它就是香的。我一看那个鸭血，我就选择那种生的鸭血。这都是你的配料吗？没有，按照你的配料做的。哎，他是怎么接到这个角色的呢？就是当时拿到剧本的话，只给我们看了大概5集的量，我就很喜欢孙赛良这个角色，也很喜欢里面3个角色。其实我肯定更想演赵盼儿，但是没有那么合适。我看那个剧里面，其实我一直在磕糖，还有没有什么细节糖可以分享给我们这种剧粉吗？我自己追剧的时候，我真的很磕顾盼生辉啊，对，就是顾千帆和盼儿嘛。我没有想到他们之间这个 CP 感，那种化学反应会这么好。他们还挺拉丝的，他们那个眼神。什么？拉丝？什么叫拉丝？眼神拉丝就是感觉像勾着你的眼睛一样。有甜的丝，它就有看到他们之间那种火花，站在一起就很配，感觉。对，他们演戏的那个频率是在一条线上，很自然，这种就会让人很磕。磕糖怎么能不吃西瓜呢？来，起来！哎，这是那个，来吃瓜少年，这是刚刚挖出来的西瓜，对不对？不能浪费。那如果顾千帆是，你要是评价这个人物的话，你觉得你最欣赏他什么？顾千帆多少是有点直男特征在身上的，就是顾千帆属于人狠，话不多，但是又特别能够为女朋友做事儿的那种，他啥事儿都给你。实在人。你平时跟你妈视频频率咋样？妈妈家里客厅装了一个监控，是可以对话的。我只要看到厨房那边远远的有妈妈影子在那忙活，我就会叫妈妈，然后我妈就会这样乐颠乐颠，就跑到那个一个客厅的角落，她就说绿儿你怎么样啊？你吃了中饭没有啊？我们就会这样聊半个小时以上。等于你俩是通过那个镜头来对话，我见得到我妈，我妈见不到我。那如果我给我妈装监控，我估计我妈能打我。她觉得你窥探她隐私，对，她会觉得我在监视她。但客厅还好吧？
客厅还有家门口，因为怕有陌生人，有的时候敲门，家门口或者什么的，所以他有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一般10点之后，我也不想太打扰他的休息，所以就有的时候反而是白天休息的时候看一下监控，妈妈在不在，就会跟他这样说话。您做那个西瓜皮有什么特点吗？西瓜皮没什么特点，就是放一点点生抽啊，放点生抽，放点大蒜末啊，那就行，那就行了。放点做西瓜皮的妈啊，然后那个多放放一点生抽，是吧？一点点生抽，但是不能多啊，生抽。第一的直觉，它是有点像一个腌菜，西瓜皮非常的脆，汁水渗透了进去，很浓郁的酸味，吃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一定是加了大量的醋在里面。当时尝起来就像一个用醋炒的这样的一个瓜皮。That's good. 哼，我一定要当一次妈。炒完万菜以后，我觉得这道菜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因为首先万菜的味道对了，这个汤的味道也不会差到哪去。你还搞不赢，这韭菜要把它。我知道，慢慢来，阿姨，我来。要我帮忙吗？我不用，不能帮忙了，帮忙了就换归了。打结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这蝴蝶结那样子的嘛哈。老师就是老师，大厨就是大厨，棒，真棒。哎，我发现一位那个妈妈已经开始用力的爆炒了，哎，但是很神奇哦，它没有什么油烟哦。对，因为我们湖南人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有锅气的菜嘛，油烟的味道就会特别大，所以平时也会比较担心影响妈妈的身体健康。对呀，还好有方太集成烹饪中心，你看，所以一点油烟都没有，油烟跑不掉。所以我刚刚进到我们这个演播厅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我们的方太，真的好漂亮，就像厨房里的艺术品一样。我也觉得你可以跟节目组说，给阿姨弄一套。妈，你要是喜欢的话，回去就给你安排一套方太，好不好？谢谢，好的。好的，阿姨好捧场。为了妈妈以后更健康高效的料理，推荐用我们欢泰集成烹饪中心腌造蒸烤炸一体，烹饪更轻松更有趣儿。上色，老抽上一点。我搞好了，我这个菜。你要穿快，的，不是怎么样？滚吧！我的天堂，还差一道啊！已经有3个妈妈已经做完了。那一幕特别搞笑，就是姐姐你那边啊我不活了，然后她突然在后面，你这样。我干嘛还要活着？对，顾千帆打我，砰，他就晕了。你真的在看？哎呦，真在看，沉浸其中哎。但是我自己也会喜欢像杜长风这种类型的男士，四川话叫趴耳朵。你看长相吗？我完全不看。我就没有过长得好看的男朋友，真的吗？就也不是歪瓜裂枣哈，但是就不是那种大家期望的大帅哥，因为我也不是属于那种外表多么优秀、多么好看的女孩子，是真的不是谦虚，因为演艺行业漂亮太多了。不是，你要婶你也不差。不，我妈今天让我认识了事实。本来刘亦菲是美呀，
那跟刘亦菲比当然没法比，对吧？一瞬间也没有吗？求妈妈给我一点点肯定，就一点点。哎，那我问你，我好看，刘亦菲好看？你不也会选刘亦菲吗？不是，我会欣赏不一样的美，真的是不同阶段不同的美。有10几集有一场戏在斗茶，胖儿斗着斗着就开始跳舞了嘛。然后网友把我截图，就说三娘你那个不值钱的样子，因为我是看着是那种啊好美啊，那些表情全被他们抓到了。就女孩子其实也是喜欢看美女的，我也喜欢看长得好看的。你在主持人和演员中，你更喜欢哪一个？我还是很喜欢主持工作的。太好了，太好了，柳岩，这个给你一半。走开，走开！来，我最讨厌带流程了，走开，走开，走开！我最讨厌带流程了，走开！大家好，我们是汗手家属，当当当，手啦！哇，现在就是最后把血放进去。对。人家这也很好看。哎，好像完了吗？结束了。哎呀，好香啊！现在呢，我们4个菜已经就位了，柳岩，我可以摘了。对，你可以摘下你的这个眼罩。因为你跟阿姨之前的关系评定是很熟，所以你今天可以获得无限畅吃。我知道了啊？什么？说出来我们这个菜绝对不是我妈做的。为什么？因为里面有那个香叶。我妈好像会放八角、桂皮，但是香叶它比较少。但是说实话，夸一下啊，这个韭菜这个碗的这个荠是挺像的。哦。最好吃的就这个，它全入味儿哦。还有糖醋排骨，我妈是不太放葱的，哎，你怎么万一不想一想说这是上节目哎？因为妈妈特别款，弄个香叶，给你放点葱。我现在反正香一点嘛，撒一点葱放做节目，点缀一下。现在从看上去哈，其实就那个万菜像我妈妈做的。不会吧？我第一天就要当妈的吗？其实我们万菜不会放肉末的，样品有。这个汤不是我妈做的了，因为我妈会喜欢在咸不够酸，她会再加点醋。所以现在我也放了醋，但我放的就没有妈妈多，然后我就发现难度居然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参差，太神奇了，这都能吃得出来。这个还是像妈妈做的味道，但汤不像。哇！糖醋排骨的话，我妈会做的比较黑。哦。但有一说一啊，糖醋排骨做的真好吃啊！好吃。我妈火候没有做的这个好吃。这个鸭子的味道是像的，但韭菜不像，因为韭菜，你看还是保持着鲜嫩的颜色，说明它没怎么入味儿。怎么办？都不太像我妈做的。你看没有，每道菜都有问题吧？这道菜挺试试吧。这道菜是最像。这个像自己的味道，而且我感觉它放了醋，对不对？对。加一点醋的话，是我妈妈的做法。我先淘汰排骨吧。
因为我妈做的排骨真的没有这个好吃。你在看谁？你不用看，不会有人。我在看导演组的眼色，不会有人给你提示。每期都是这样。你以为他不是，结果他就是；你以为他是，结果他就不是。当妈做饭，根本猜不出来，别再猜了，你会心里非常受伤。巴拉邦。等会儿。哦，有礼物啊！厉害了，这什么啊？牛肉啊？金柿子，妈妈，金的，纯金的。为什么是金柿子呢？因为我们是很熟的味道呀。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今天猜对了，你将会获得2个我们节目组打造的24K 的真的啊金柿子。如果要是错了也没事儿，至少有一块牛排。牛排。妈，我都在这选了，你也不给我点提示。阿姨不能说话。妈妈太实在了，来吧。西瓜皮吧，西瓜皮。哦，就选这个了哈。对。哇，就是妈妈毁灭者来了，你们等着，一个个的拿下。好，柳岩，请你起立，站在2个椅子的中间。哎，金柿子，我的金柿子，来，究竟柳岩能不能得到这个今天节目组重金打造的金柿子呢？请这位柳妈慢慢的走下来。慢点，这有点高。你可以说一下这么多年你想对妈妈说的，说完之后呢，就请你喊一声“妈妈是你吗”，然后你就可以回头，好不好？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开始。我的妈妈也好，我哥哥也好，他们都是非常善良和低调的人。他们从来不希望给我增添任何的麻烦，像今天的录影。也是妈妈希望支持我的工作，来到了现场。我永远最爱的还是妈妈做的菜，家的味道是最让我满足，也是我永远前进的动力。感谢你一直尊重我的选择，我也会尊重您想过自己的人生的终极目标。70岁了，我希望妈妈就是身体健康，能够陪伴我一直到老。妈妈是你吗？3、2、1，请转身。你吗？我一转身，有一种感觉，他占我便宜的感觉。牛排让你觉得很慌。啊，你做哪道？我做的糖醋排骨。糖醋排骨。我疯了，我第一个排除的就是我妈妈的菜。阿姨，刚才柳岩跟你说了那么多，你有什么感受？我妈又要哭了。没有，妈是爱哭包。没关系，机会难得嘛。我只想让她越来越好。除了刚好工作拼命的前提下，也不要太拼命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一个呢，我的愿望就是让他今年一定脱单。我就知道肯定到这儿，头发啊。现在还剩几个月？你干嘛撒葱呢？你平时不撒葱？放一点葱，把点缀下来。点缀一下啦，放点葱好看。饭馆的标准你知道吗？我妈就觉得要饭馆的标准。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尝一尝。酸甜口的糖醋排骨，我们当然要配上一罐无糖也畅爽的可口可乐了。不仅口感更美妙，让美食也能更加的美味。
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么开心的事儿，大家必须要一起来尝，对不对？所有人都来。谢谢弟弟。弟弟这么会吃，必须要搭配一罐无糖可口可乐试一下。开饭聚快乐就要可口可乐，开饭喽！好吃，这真的好吃，好吃。哇，好吃！我妈今天做的这排骨是最好吃的一次，对不对？好吃，太赞了！哇，这个真的很好吃，这排骨太好吃了，好吃极了。天哪，妈妈，你今天受到肯定了。他们过奖了，好了。今天非常开心，能请到了柳岩跟柳妈一起来节目里玩，然后阿姨玩得还开心吗？很开心，非常开心啊！虽然说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小金柿子，对，但是跟柳岩至少留下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回忆，对不对？阿姨你随时来玩。然后呢，我们先把柳岩留下了，再跟他们录节目啊。哎，我觉得这样吧，你俩举着这个牛肉，站起来合张影吧，留下珍贵的回忆，好吗？不熟的味道真的让人好想噔噔噔。开饭聚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畅爽美味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有机虾脐带血营养群关注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好，大家好，我们是很熟家族，更熟啦！下期再见，拜拜。下班了，追剧去了。刘小妍，下周你打工，我躺平。听我说，谢谢你。帮，搞定。每周22点是很熟的味道呀，正片上线，会员抢先看24小时。每周3、12点会员专享加更，很熟加点料。每周4、12点会员专享衍生，很熟的小厨房。开饭巨快乐就要可口可乐。本节目由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丹麦有机味绽放感知力。本节目由雅培精致有机联合赞助播出。大老师，我看你的表情，我觉得你有话说。你看了2位的戏，你觉得谁演得更好？我觉得你演得更好。你们谁比较喜欢发红包啊？其实我也不喜欢发，但有的时候在群里把这个位置架得很高，就很你是群里老大哥是吗？对，我被拖进过500人的群。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超话社区、微博美食、微博动漫。感谢新浪新闻、太日报、青城校园、驴火娱乐、咸鸭蛋生活、银护帮、一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这个盐的分寸啊，外壳有点下饭，很有可能是某个大厨故意混淆视听。吃点这个。你把塑料，哎，别吃塑料袋！哎呀，你吃塑料袋的孩子，这个可以猜到70%、80%了。就大厨们可能刻意要做焦一点点，但这个滑滑的应该他们没有想到。好自信啊！我决定是